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，陷入肉海里的炭治郎一边遭受着无惨的施压，一边感受着亲人战友们的鼓励。不管是逝去的人，还是活着的大家，都在帮助他。最终，在无惨惨烈的嘶喊中，炭治郎终于摆脱了控制，以人类的身份重新回到了大家身边。随着炭治郎的苏醒，大家相拥而泣。这场千年的对抗也会随着无惨的消亡而结束。但故事似乎还没有结束。那么接下来这场人和鬼的故事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樱花盛开之时已是3个月后，花瓣随风飘进屋内。炭治郎的病床上，扇叶和猪头正在呼呼大睡，而祢豆子则安静地坐在床边，陪哥哥一起观赏窗外的景色。樱花已经盛开了呀，好漂亮啊！祢豆子双手托腮，沐浴在花瓣下，笑得很开心。随后，他用缠着绷带的手托起了炭治郎的左手。相比他来说，哥哥的情况非常糟糕，连握拳都做不到，像个老人一样皱巴巴的。炭治郎试着举起了左手，顶多只能把胳膊抬起放下而已，手肘往下已经完全没有触觉了。虽然当事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，但一旁的豆子却非常难过。而炭治郎接着说道：“可能是因为这只手本来就已经断掉了吧。我的右眼也是这样，只是眼珠恢复了，但并没有视力。不过先别管这些了，豆子，你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吧？”豆子一听这话，立马就神采奕奕地向哥哥表示自己完全没事儿。但炭治郎还是知道，我咬过的地方怕是会留下疤痕吧，也很对不起大家。祢豆子立刻就反驳道：“没有人会在意这些的，不许再道歉了。”并表示要是再这样的话，就要弹他脑瓜崩。看着豆子的严肃表情，炭治郎也不敢再说了。不过哥哥能变成人，真是太好了。哈哈，义勇先生在看到我动嘴咬你的时候，甚至都觉得全都完了。对呀，人谁都会这样想吧。我也好几次都觉得哥哥你没准回不来了呢。哦，对了，听玉史郎先生说，都是多亏了忍小姐的药物，并且第一口咬中的是你，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哦，是这样啊。他说你曾经变成过鬼，所以变回人类后已经有了抗体。哦，抗体也就是可以免疫无惨细胞侵蚀的意思哦。这似乎打开了祢豆子新世界的大门，令他非常感兴趣。炭治郎也就告诉了他那天的事儿。根据我的推断，在忍小姐留下的药物和祢豆子之中，无论少了哪一样，你都可能无法变回人类。你真的是一个被上天眷顾的人啊！再就是当时作为一只鬼的你，展现出了惊人的体质，没过几秒你就克服了阳光，可见你的身体要比祢豆子甚至无惨都更适合做一只鬼。不过你直到最后一刻都残留着些许的自我意识，这真的很厉害。这一路走过来，真的辛苦你了，你很了不起哦，炭治郎。印象里的玉史郎先生从未展现过这般模样，令炭治郎很意外却又很悸动。不，没有的事儿，我只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才侥幸，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，不要当真好吗，白痴。果然，这才是玉史郎先生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拎起了茶茶碗，还不忘吐槽道：“你不过是个地中地罢了，看到你的脸我就不爽，回去了。”说完便要离开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炭治郎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随后开口道：“玉史郎先生，请千万不要死啊！毕竟直到最后都把朱氏小姐牢记在心的，只有玉史郎先生了。也不知道玉史郎先生会不会有事儿，那次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，我真放心不下他。确实。哦，对了，义勇先生他们都不在这里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该不会是伤势恶化了吧？”豆子笑着告诉他，他们都没事儿，只是去主公大人那儿了。谢谢你们专程赶过来，这是最后一次救助会议了。石迷、义勇，如今的救助已经只剩下你们2位了。许多的孩子们在最后的那场恶战中牺牲，但所幸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。所以我宣布，鬼杀队今天正式解散。遵命。我们产物夫一族对各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赌上自己的性命，为世人力战恶鬼，鞠躬尽瘁一事，致以最诚挚的谢意。看着主公的道谢，2人反倒极力反对。请您速速抬起头来，您没必要向我们道谢。鬼杀队之所以能存续至今，要数产物夫家付出的最多。惠理哉大人运筹帷幄，指挥队士歼灭无惨，势必能令包括令尊大人在内产物夫家族众先祖引以为傲。听到2人的这番话，惠理哉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瞬间嚎啕大哭，并向2人表示感谢。
妹妹们也掩面痛哭了起来。对于他们而言，不愧对父母的期望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而一向不和的石迷和义勇在这一刻也相视而笑。这场血战不仅消除了两人的误会，也让彼此得到了对方的尊重和信任。而另一边，宇随天元和他的3位妻子也来看望炭治郎，听说炭治郎明天就可以下床了，便邀请他去他们家玩。与此同时，一旁正抱着祢豆子亲近的阿虚被暴脾气阿珍一巴掌呼在脸上，让他小声点，别吵着人家休息。被揍的阿虚哭喊着让天元主持公道，而温柔的阿楚则将带来的零食和地址交给了炭治郎，让他随时可以过来玩。而就在这时，门口炼狱弟弟千寿郎拖着扭捏的父亲走了进来，炭治郎很高兴地欢迎他们，天元也摆摆手让真寿郎别那么见外。几人打了招呼，真寿郎便说道：“听说你一直佩戴着他的刀锷在战斗，谢谢。那孩子如果泉下有知，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”哦，哪里的话，多亏了炼狱先生当初的鼓舞，我才能一路奋战到今天，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。几人的吵闹声惊醒了善逸，一醒来就瞅见门口那些刀村的熊孩子们，这些天可没少来吵吵他。而下一刻，领队员也填补了进来，就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，整整齐齐的塞满了门框。这下病房里算是彻底满员了。但没人注意到，众人的脚下偷偷溜出去一个猪头。原来猪头是肚子饿了，准备去找点吃的。顺着一道道切菜的声音，他溜进了厨房里。而小葵正在替大伙做着饭菜，猪头悄悄地躲在桌后，一个劲儿将吃的送进嘴里。但还没吃几口，就被小葵发现了。你怎么又跑来偷吃？啊，俺从没有偷吃。你先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再撒谎行吗？而猪头这时却满头大汗，心想着为啥他能这么快就察觉他的行踪？莫非他很厉害不成？还没等猪头反应过来，小葵端着一盘吃的递了过来。肚子饿的话就是这些吧，今后这就是你专用的盘子了，你随时都能吃，所以不要再偷吃了，懂了吗？看着小葵的背影，猪头一时间愣住了，随后发自内心的笑了起来。身体康复后，在一棵樱花树下，炭治郎看到了同样能下床了的香奈乎，向他打招呼。香奈乎也高兴的回应，而他的眼睛似乎也和炭治郎一样辉暗着眼球。这棵樱花树凑近一看，果然好高大呀。据说他是第一位使用花枝呼吸的剑士种下的，并取名为必胜。这样啊，真帅气。所以我想告诉那位前辈，他当年的宏愿已经实现了。炭治郎觉得他好温柔啊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伤势和眼睛还好吗？我并不是一点东西都看不见哦，身上的伤口也已经不痛了。炭治郎点了点头。其实刚才风柱又来过哦。哎，真的吗？我也想跟他打个招呼。哈哈。那就去吧，估计他人应该还在蝴蝶屋才对。这时狄丸竟然从他的衣领里冒了出来，他将蛇柱大人的好友狄丸托付给了我。狄丸真的好聪明呢。看着狄丸也还好好的，炭治郎非常高兴，这样一来也能照顾着视力不好的他了。而另一边，石迷碰到了祢豆子，看着笑着冲他打招呼的豆子，石迷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，毕竟当初他可是差点杀了他。但豆子却似乎根本不在乎，并询问他的伤势没事了吧？还好。听到这话，豆子笑得很开心。之前的事儿很抱歉，听说歼灭无惨后又出了变故，我身为柱却偏偏晕过去了，一点忙也没帮上。祢豆子反驳道，自己当初可是睡了有将近2年呢，跟他比起来，石迷那可不算什么，甚至连昏迷了1个月的哥哥都比不上。看着眼前天真无邪的豆子，丝毫没有明白他的意思，却还在那傻乎乎的表示自己很爱睡觉。但突然间，石迷愣住了。睡觉这句话，当初的玄弥也曾说过。这一刻，他似乎将豆子和玄弥重叠在了一起。他上前轻抚豆子的头，露出了不曾有过的温柔的笑容。这一刻，连豆子都看呆了。保重。说完，他便笑着离开了，只留下红着脸蛋的豆子还愣在原地。而这一幕被身后的善逸瞅见了，瞬间情景暴露，果断将石迷拉入了黑名单。没过几天，义勇和玲珑也来探病，看到是师傅师兄来了，炭治郎和祢豆子飞奔着跑来，几人就像一家人一样，都笑得很开心。不久后，几人终于出院了，来到了墓园，替死去的战友们供上花。而善逸哭喊着，这么多的墓碑，今天肯定弄不完了。话刚说完，猪头就一股脑开始了漫天撒花大法，吓得善逸赶紧呵斥，这样会遭报应的。看着两人的嬉闹，炭治郎一脸担心，而豆子却高兴地笑了，像个大姐姐一样抚摸着善逸的头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走在路上，猪头询问善逸背着的到底是个啥？是爷爷的遗骨。遗骨？那是啥？能吃吗？此刻的善逸恨不得把他的嘴给封起来。
而路途中几人碰到了三郎爷爷，也就是炭治郎曾在他家住过一晚的那个爷爷，他们都将对方当作亲人一样看待。在一旁两人的捣乱下，他们相拥而泣。和爷爷告别后，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——炭治郎的家。门口的花已经繁盛茂密，不禁令兄妹二人流下了眼泪。随后几人跪在地上悼念家人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他们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起生活，一起吃饭，重新组成了一个大家庭。在这个不大的木屋里，传来了久违的欢声笑语。时光如水，岁月如歌，转眼便来到了充满汽笛声的现代大都市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又将会怎么发展呢？是新一轮故事的展开，还是这所有一切的结束呢？那么到这里，《鬼灭之刃》第204话就结束了。喜欢本期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另外，在这地方也能看到其他的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